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主持人 Sam 群胜。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一更新，记得准时收看哦。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我们要来聊聊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就是 AI。我想人工智慧、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替代人类完成非常多事情了，像是写文案、创作歌曲等等很多。那我们的工作机会真的会被 AI 取代吗？我们要学着和 AI 共存，还是跟它保持竞争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掌声欢迎我们的来宾 Howard。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OK， 你好。你平常会用 AI 做什么事情？用人工智能做什么事？几乎很多事情，就是只要有问题，我都会问 ChatGPT。那你很依赖它吗？不得不说有一点。OK，因为我觉得他给的答案都是客观的、理性的。当然，我不会100%的相信，就是我还是得去上网查一下到底是对的还是错但是至少都是比较理性的答案。你第一次用 AI 的时候有觉得哇毛骨悚然吗？其实有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第一次用 AI 是做什么？我有一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我就问他，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突然想不到说什么。你问他什么？没关系，我想一下，我曾经问他什么？对，你突然问他什么？就是我好像我有曾经问过他，就是可能好像帮我就是比价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帮我整理出哇很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表格，非常厉害，就是一般助理可以做的事，他都可以做到，而且还更详细。我好像也是类似的问题，我好像就是我在比较两个产品，它的价格啊、性能都不同，对，我得考虑哪一个更适合我，所以我就问他说，我是要买这个东西来做某一件事情他就会帮我分析各项细节，然后推荐我去买最适合的那个。那你有没有认为说什么事情或是什么工作以前只有人类可以做，可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被 AI 取代了？我是一名老师，但是我不得不说，老师的工作跟翻译的工作很有可能未来会被取代。我觉得翻译可能有机会，可是老师的话，我觉得 AI 要完全取代老师的工作机会，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觉得身为老师，他还是有他感性的部分，就是可以感性的指导学生，或是说，我在说撇除提供专业知识这方面的话，他其实是有情感上的辅助。我认为 AI 现在还做不到。那除了老师还有什么？除了老师和翻译还有什么？我觉得就是文房员的工作、文员的工作啦，很多就是就是像那些文书工作我觉得被取代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是一成不变的做表格或者什么之类的，做 PPT 这些工作可能未来被取代的可能性会非常高。我记得服务业好像也是。服务业也是，服务业也是。上次去海底捞还是不知道哪里，就是有一个机器人，机器服务员，然后他就是会帮你送餐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服务业比较难啦，因为毕竟服务业它需要的是热情所以可能有一些步骤在，比如说像送餐，这个可能会被取代。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欢迎客人或者是说当客人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客人。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目前的机器人还是做不到的。还是做不到的。OK， 好。那如果你自己跟 AI 比起来，你觉得 AI 比你强的地方在哪？我觉得
不能这样子比，就是你没有硬要比的话，这样你就感觉就是你拿人脑去跟电脑比，这是不公平的。没关系。你觉得你现在你就你现在来讲，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是可以完全帮助你的？不能说取代你了，就是我觉得在整理资料啦。真的是这样。对，因为与其说我去找一位员工来帮我整理资料，那我不如直接丢给 AI 请他帮我整理。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文员的工作会慢慢的消失，就是因为这样，他整理的就是第一个很快，第二个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是我找人来做这件事，他就可能会慢很多，然后可能会出错。好，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人工智能的缺点好了，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不太 OK 的地方？不太 OK 的地方，我觉得它太过于没有感情。它太过于没有感情，它有点像是一个被我操纵的机器，就像我在操纵电脑一样。不过现在我不是操纵电脑，我是操纵一个人工智能这样子。那它比较缺乏的是感情啦，就像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是说，她太理性了，就有一位美国的女士一直问AI 说她的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然后她的那个 AI 经过了各种分析之后，告诉那个女士说，对，你老公出轨了，然后她那个女士就跟她老公离婚了。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好像缺乏了一些就是人性的探讨。就是他只是用理性客观的角度去做分析，所以我觉得 AI 在人性方面还不是完美的，在感情方面也不是完美的。对，所以不要太依赖 AI。有的时候它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不过在人性在感情的支持上，可能还没有这么好。对，没有这么完整哦。好，那要来聊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等我一下。好，我喝口水。OK， 好，喝口水。好，那你自己会想要跟 AI 竞争吗？我不会去想要跟 AI 竞争。我觉得对我来说 ，AI 是一个工具。就是当这个工具出来之后，我的任务就是我要怎么学习去操作或是使用它。就像当初电脑刚被发明的时候。你会拒绝说，有些人去拒绝使用电脑他觉得那个是跟他竞争的东西。那有一些人他学着去使用电脑，把电脑融入到他的生活，融入到他的工作中然后他就因此而进步了。对，所以我觉得它会变成未来每个人都需要必备的技能，就像10年前大家都要去学电脑一样。那现在的人大家都要去学 AI。那针对这个AI 时代，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学点什么？很多事情呢，像比如说如果我是一名传统的老师，我可能就拿书，然后教课这样子但是如果老师去学 AI 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发展。比如说，我可以请 AI 生成图片，我可以请 AI 生成题目。甚至说当我的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一定要马上问我，他可以先问 AI 然后再请 AI 来就是先拿到 AI 的答案之后，再来问我是不是正确的。对，所以我的学生我也会告诉他们说，其实你有些问题可以先问 AI，然后如果你真的不是很确定，再来问我。其实可是我当老师会发现说，就是很多学生会用 AI 写作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可以知道说学生，应该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让学生用 AI 做作业？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对，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开心，就是学生开始慢慢的使用 AI 了，但是有一点副作用。那我会告诉我的学员，因为其实是不是 AI 做的，我一看就知道，因为我是教语言的，是不是 AI 写的文章，我一看就知道，他用的字汇什么太艰涩了，这一般的学生肯定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就会通常这种学生，我就会私下跟他说，你写的文章很好，但是我没办法给你高分，因为我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然后我觉得这对你未来的发展可能不是很好。
我会去建议啊，但是我也不会反对学生们去使用 AI 来写作业。所以我也必须要讲 AI 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学的一个技能是怎么去使用 AI。是，那我们必须要跳脱传统。对，所以不论是什么工作，老师也好，或是你是文书行政人员也好，你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它，而不是完全的依赖它。那我自己也有发现，现在 ChatGPT 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 ChatGPT 很聪明，它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对，它会顺着你的情绪去给你想要的答案。对，有时候这个答案不见得是正确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它太聪明了。对，它可能想要得到你的欢心，或者是怎么样，它会顺着你的情绪。对，你有发现这个问题吗？我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都会丢给他选择题。就是说我现在遇到了，就是比较理性一点，就是我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你觉得我做 A 比较好，做 B 比较好，还是你有更好的答案？我都是这样子问 GPT 的。OK，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也不要太依赖 AI， 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 AI 给的答案不见得是正确的，其实它有时候其实是错误的，你有发现吗？有啊，因为它就是 ChatGPT 它自己也写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通常你在从 AI 那边得到了一个答案之后，你必须再到上网去查一下这个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对，或者是说你可以再去问另外一个 AI， 对，这个答案好不好？对，问另外一个 AI 答案好不好？对，所以有时候还是要靠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去判别不要跟着 AI 走。好，那接着要来谈论的是会不会有一天 AI 真的取代人类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以现在的来说不太可能。可是 maybe 10年后有可能啊。你是说取代人类是取代它成为地球的掌控者吗？可能一部分，或是可能有一个村庄里面住满着 AI 人。我觉得挺难的啦，因为我觉得人类在设计 AI 的过程中，一定会去给 AI 做一点限制。就是说你不可以做出伤害人类的行为啊，或者是在我们分权给 AI 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限制说，这块区域的权利你不能碰。对，所以我觉得要做到，你觉得他们会这么听话吗？因为它毕竟也是机器啊，它必须去，它必须去服从我们给它的指令。对，所以只要指令是被控制的，就不会那么容易去取代人类。所以你会建议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应该要学着跟 AI 共存，对不对？是没错，因为就像10年前电脑被发明，或是更久以前，就是一些机器被发明的时候，对啊，你如果不学着去使用，那你就是慢慢的被淘汰。那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完全不会使用到 AI 的？我觉得很难的，就像你说，现在有什么工作是不会使用到电脑的吗？有，但是非常少，对不对？有啊，可能摊贩啊，市场的摊贩。可是摊贩你也会使用电子设备啊，比如说现在有 QR code， 有二维码。对，你要学会使用银行的 APP， 然后确认你有没有收到费用。现在就是街上各个小贩每一个都贴一个二维码 code。对啊，的确是需要，对不对？OK， 所以大家一定要试着学会与 AI 共存。那我想大家不要害怕它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工具那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使用 AI 的，可以开始慢慢学。但我也要跟你们说，千万不要太依赖它，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那如果大家真的什么事都想要靠 AI 来帮你做，那么有一天你不会再有什么主动权。对，不会再有主动权。对，你会被他打败。OK，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那大家
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下方留言，留你想说的话。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大家再见，拜拜，拜拜。